在现阶段来讲的话，然后多数的一个国家在这段时间看到对非美，特别是在非美货币的部分，都有一段这个货币的一个升幅。那但是近期看到说开始，如果关税税率出来之后，大家会重新评估对于经济的冲击跟影响。那因此呢，我们认为说短线来讲的话，或许会看到说在先前强势的货币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会有一段这个调节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但是我们认为比较中长期这个趋势看起来的话，还是在这一根当关税抵定之后，那市场对于说在非美货币的一个部分，或许在下半年有可能会延续从第二季以来对美元比较偏多这样子的格局。那所以对于在日元的部分，可能后续留意的是在7月20号日本这个参议院选举过后，那以及在8月1号之前，日本跟美国的关税税率谈判，那以及后续当这些事件陆续抵定了之后，日本央行的政策态度，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偏向于未来持续做一些紧缩，或者是不排除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那因此，我们预期说未来12个月日元的一个走势还是很有可能挑战这个140对1美元的价位。因为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日本现在的通膨事实上开始在走高，然后所以它的实质薪资，那其实实质薪资也在成长，但是因为通膨在走高的时候，它实质的薪资是负的，就是因为被通膨吃掉以后，那事实上这个会对于政策产生压力，就是只要每个国家发生了通膨的一个现象的话，会一定会产生压力，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日本央行的政策态度来讲的话，应该还是倾向于紧缩，就是未来不排除升息的可能，进一步升息。那但是因为现在只要有关税嘛，一定会影响到经济的动能，所以它就是很容易就是日本央行总是会比较谨慎，然后所以这段时间看到，那你现在升息的步伐或是政策的态度来讲，好像没有那么的鹰派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说日元开始重新有回落的一个迹象。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如果直接从基本面的数据来观察的话，就是因为面临这个日本自己面临自己国内的通膨的压力的时候，不管是现在在选举，当然不会采取行动，关税有可能影响经济，还要观望。可是他的政策态度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要做适度的货币紧缩，来去控制现在日本已经开始产生的通膨。